Hello， 艾瑞小伙伴，今天这期视频带来荣耀手表4的开箱体验，我们开箱开始。猜猜我拿的是哪个配色？3、2、1，走起！哎，嘿，金色的啊！你们喜欢哪个配色呢？可以弹幕告诉我。我先拿出来啊，里面呢这儿是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采用的这种磁吸加触点的这种形式的一个充电器。这边应该是它的这个说明书之类的啊。对，我们先放旁边。哎，别说这个手表倒不是很沉的那种手表啊。然后它是这种传统的这种表带的这种设计，就是它首先你需要先配个对啊。我拿出同场发布会的这个 Royal Magic VR 啊，扫描，它需要扫描一下，哎，发现了这个手表了。首先第一次使用的话，会有一个通知的一个调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开几个关闭啊，因为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提示，比如说无关紧要的提示，比如说微博我可能就不会开启，像微信我可能会开启，日历的话可能会开启，就是通知消息开启太多的话，其实确实挺影响我们在手表上的一个使用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手表的一个外观啊，那正面呢是一个1.75英寸的一个屏幕，那分辨率呢是390×450的一个小的一个分辨率啊。那这边是它的这个送话器，比如说我可以用它打电话嘛，对吧？这是它的扬声器，这是一个按键。那这一次中框呢，也是采用的是这个细铝合金中框。那底下呢是它的一个监测我们心率啊、血氧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域啊。这个表带呢也是非常这种类肤质的这种表带，采用的是这种硅胶排汗表带，光叫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摸起来还是非常有这种亲肤质感的。然后呢，它底下呢也有一个灵活的一个卡扣，也可以通过它来更换其他的一个表带。荣耀的这个手表大部分还是这种圆形的，你们有没有印象啊？这一次方方正正还是比较别致的一些的啊。首先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运动能力方面了啊。在常规运动的时候呢，选择好对应的运动场景啊。荣耀手表4支持了5大卫星系统定位速度还是挺快的啊。手表就会搜索下 GPS 信号后呢，即可开始运动啊。那运动时呢，可以显示当下的心率、配速以及运动距离等等信息啊。那运动时呢，也会对应的语音提示。运动结束后呢，运动的数据也会同步在手机上面，并且针对运动方面呢，荣耀运动健康 App 支持了很多运动的教程啊，而且覆盖了对于不同身形诉求的运动。荣耀手表4不仅支持了注册 eSIM 卡电话接听，同时基于荣耀 Magic Ring 信任环技术，荣耀手表4支持了副卡电话的接听和回复啊，还有短信息的查看和快捷回复也都是有的。在一些手机不太方便回复的场景下呢，手表回复还是比较便捷的。那第二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关注使用这个智能手表的场景，可能就是监测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我们每一天的心率，对吧？比如说像压力的测试啊，比如说像这个睡眠的监测。比如说呢，像这个血氧的监测啊，同时呢，像我们运动之后呢，或者说运动之前呢，带来一个呼吸训练。同时像很多女生需要的这个生理周期还有一些男生其实也可以用，对吧？你女朋友这个生理周期记在里边是吧？提前2天告知她，你们俩就减少这个吵架的烦恼。再一个呢，它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能力了。这一次这个荣耀手表4呢，也是支持了 eSIM 卡了。说实话在这款手表之前我也曾经和荣耀的这个小伙伴们沟通过，我说你们手表什么时候能支持一下这个 eSIM 卡是吧？这友商们都来了是吧？他说别着急，快了。我说行，哎，这就来了。比如说你的手机在客厅，忽然间来了一条信息，你在屋里边，或者说你在刷牙，那这个时候呢，常规的场景下你是需要去查看你的手机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抬一下手就能看到，这个消息不重要，那我就可以不回它了。或者说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直接用手表来进行一个接听，或者说直接，比如一看是个骚扰电话，直接挂断它。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也经常之前也体验过就是比如说我去这个户外运动的时候我可能不太想带手机，因为这个手机确实有点沉。当然有一些人会把手机放在这个会有一个那种小肩包或者说那种臂包，我不太喜欢，我就直接使用它来进行计步。同时呢，会有一些通讯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口渴了，我需要买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无需手机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要有了它不使用手机了，而恰恰相反，它其实是协助我们在我们可能不太迫切需要手机这样一个场景下，
去使用 eSIM 卡来作为一个手机的一个延展。我觉得这款手表还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10天的超长续航啊。我认为啊，就是10天肯定是它的一个实验室的数据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一块手表，觉得1周多充那么1次电，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的，对吧？你想想一个手环，顶天里也就是1周多，不到2周充1次电啊。手表其实就属于一个随用随充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10天超长续航是对于比如说我去出差，我不需要带手表的一个充电器了，配合这样一个场景的话，那么呢，这个超长续航它是有意义的，对吧？因为这期视频没有任何恰饭的内容啊，所以说和大家来分享感受啊，就是从它的这个整个的从续航呀、设计啊，到整个的这个监测的健康的内容，包括它的支持的 eSIM 卡等等来说，我还是觉得这款手表在目前来说还是挺具有性价比的啊。虽然说啊，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900多块钱怎么会谈及性价比？我真的觉得目前支持 eSIM 卡的手表，大部分都是4位数的啊，很少能下到3位数。虽然说999差1块钱也是4位数，对吧？但是我认为还是值得推荐的一款智能穿戴产品。这就是这一次开箱的荣耀手表4，你们觉得它怎么样呢？可以把你们的感受放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好不好？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开箱内容。如果大家喜欢视频，欢迎关注我，我是大龙，我们在下个视频见，拜拜。